Why Not Me？ 2025年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哇，今天礼拜三呢，前3场呢就没有3-0的了，而且有2场打满了5局哦，是的，打满打好，所以前一段的主播球评啊，还有不过强项球迷还是看得蛮过瘾的哦。对，今天整个场地蛮多观众的。对，所以现场的气氛也是非常热烈。那接下来呢，将是内湖高工呢对战华侨高中，在上个学年度的 HBL 高中排球联赛，这2所学校男子队呢都打进4强。对，那华侨呢是获得了亚军。那内湖高工获得亚军了，华侨是获得第4名。对。那江永老师就是我们先看到这些可爱的玩偶哦，然后礼拜6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明星赛，下午1点钟。那这也是登峰造极排球赛传统，然后都有，每一年都有举行。都有对。那台北清华的女队呢也通常都会来哦，跟明星艺人，然后明星艺人啊，钱维娟他们都会来。然后现场会发放纸帽的这个打卡的这个活动，那欢迎球迷朋友们进场呢，跟360一起看球。而且如果这几天呢，你们可以到体育馆来来拍照上传之后呢，也可以参与这个360这些Hello Kitty 他们的这个抽奖的这个活动哦。所以现在越来越热闹了哈。对，没有错。越到后面的话，这个比赛的名次越来越竞争激烈，然后大会呢也是希望能够大家在这个暑假最后的阶段呢，能够给你们一个蛮好的一个回忆，这样。对，没有错哈。那我们回到场上来讲的话，那今天这场是 V 组的部分来讲的话，主要是华侨目前是2胜哈，那内湖高工目前是1胜1败，所以说内湖高工这一场球赛来讲的话，只要进去前4名的话，就需要分组前2名。那目前该组的苑里高中已经2胜了哈，在那边等了哈，所以说这个场球赛内湖高工一定要赢才有办法进入前4名。那华侨来讲的话，目前2胜也是一样，只要赢的话才有机会当分组第1名。也是，这基本是进入到前4强的话呢，就有机会争夺冠军。对，没有错。对，那内湖高工在上届 HBL 呢，最终呢是能够获得了第2名亚军哦。在冠军战是败给了丰原高商啊。不过内攻这几年呢，确实也就是蛮强的了，就应该说决赛的常客啦。对，没错，但就是有时候会差1步这样，就是回想起来，竟然是就是好像说那个教练那个石修志教练在的时候，才拿过上一次冠军。对，他其实来讲的话，最早一次冠军是在我那个时候。你那时候啊，真的、啊？我现在已经52岁。你还年轻哦。就是说那时候大概是78年的时候。哦 ，OK。对，81年，对80年的第一次拿到全国冠军。哦，就你在的时候。对。然后那时候内湖高工是拿第1次冠军，然后再来是石修志他们是第2年。哇，对，第2次这样子。好，等一下，你们基本上心里边都偷偷为你们的学弟加油。他们算是同台北市。那今天华侨首先为您介绍本场传统的然后支持排球的一个强校，而且男女生还有今天新任的校长也都来到了现场呢，都很热心的长期的推动哦。我听说他们学校里边的这个排球社啊，或者是班级的这个排球赛也很热闹，就是对哦，听说他们常他们原本那个旧体育馆。其实他们没有废掉，还是让那些社团在里面练习。然后他们有一个新的体育馆，新的体育馆其实也蛮多年的。新的体育馆里面是男女排在里面练习，所以说他们整个室内场地是蛮多面的哈，可以让他们说不管是社团、教练的社团、打乙组的，或者是职业代表队在里面练习。然后再来是很多的校友都会回来，包含一些以前前任的国手或者怎么样，只要是校友都会到那个华侨去练习。OK， 就洪敏跟洪敏他们也曾经回来过，对，都会过来这样子。我记得上一次拿冠军的时候，洪敏他们也到现场去看球嘛，就帮华侨高中整个校友都会，整个校友都回来。只要在联赛的时候，只要进去冠亚军这场球赛来讲的话，只要冠亚军的球队的校友都会回来帮自己的加油，对，自己的学弟加油，对。所以这个最近的 HBL 的决赛，你有去现场吗？哦，没有到现场，因为你还在上课。这次来讲的话是在屏东。啊，原本在彰化嘛，那因为场地的问题，就延赛到屏东去，那其实比较远，但是有看转播。好，那这一场的比赛准备要进行华侨高中对内湖高工呢，是就113全年刚结束的这个 HBL 呢前4强的这个队伍，他们碰到2支这个中部的球队了哈，就是丰山跟龙津。
是 HVL 的前4强。那现在在登峰造极的比赛也要争取这个前4强，基本大概华侨进前4强几率是高，但是能不能分组第1还不知道了。对，假如内攻赢的话其实他们该组来讲的话是3队同样战绩都是2胜。对，那2胜来讲就要比较这个胜负关系了。胜负关系现在对。那当然，如果就积分来讲的话呢，这个华侨现在是比较好，对，因为他们2场都是3比0。对，然后内湖高工是3比1输给了苑里，对。但是苑里赢内中呢，刚刚那一场是3比2。对，所以说只要赢的话，其实内攻就进去了。是啊，很可惜这个球自己攻击出界了好，一开始正式展开了比赛呢，在深蓝色衣服在左边的镜头左边是华侨高中，在右边的浅蓝色衣服的就是内湖高工。内湖高工刚刚是19号的卢秉泽的攻击，但是刚刚开始了。对，出界。对，接发到位，再次有了。对，同样一个位置攻击那一样打斜线的位置，然后这个球就是有包到的那内攻的这个7号的自由球员黄文宇呢，就是我们去年在保加利亚的世青的这个 U17的国手，对，非常出色的自由球员。林立伟，哎呀，3米线。我们看到林立伟整个的成长那身高也长到了200公分那因为他整个爸爸、哥哥还有姐姐都是在排球这边有投入的那他长得最高，目前长到200公分，蛮期待的对，那他也是 U17的选手，没错。黄文宇的接发，后排进攻这个林炫玉也是内攻飞人了。对，也是很期待的一位好手。所以身高有188那这个战术来讲，内攻用得很好，用得立体前面的快攻加一个后排的掩护，然后一个立体的攻击。那华侨也没有注意到，造成没有人拦网情况下直接得分。有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国家队呢去打这个高大队伍的话，像这种快攻组合蛮重要的。对，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刚刚就是邓公一个讲到日本的部分，日本其实他们没有特别高，但是他们的一个所谓的接发球一个组合的能力失误率很低，再是每一个做有效的攻击，所以说让他们分数不会马上被咬走。没错，但他们的技巧性也蛮高的。其实我们可以效法他们这样的打法。是。而这一平彦呢，一样是去年 U17 世青的得分王，对，场均得分26分，就也是自己的努力了然后在生涯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非常难得。请看文宇，哇，太急，没有太急到，对，哎呀，出界。这个球来讲的话，快攻手太挤了太靠近网子的位置造成说没有办法适当的去挥臂的动作，还是说跟举球员们没有配太好？一个说我们快攻的话，其实我们要离网靠近举球员，这是 A 的部分。那 B 的话就是不用靠近举球员，但是还是要离网，还是要离。对，不然我们有手臂的长度。是，哇，这个球拦网已经封死了。对，19号卢秉泽现在得到2分，1分攻击，1分的拦网。华侨高中跟内湖高工的比赛，卢秉泽的跳发是上手接发不是太顺，这球，哇，这个球对在林立伟的处理球因为这个球来讲，其实没有接到定位置的情况下面，只能用修正的。那林立伟在后排做一个后排的修正处理球。立伟的成长还有，就是他膝盖的这个伤势呢，看起来已经好的不错了对，因为其实我会觉得他就是我们排球里面常讲的成长痛因为有时候在长期的运动，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一直运动，然后有的时候比较过头了，比较激烈的情况下面都会有一个成长痛。那成长痛都慢慢的陪伴着他，那到一段时间就自然会好。刚攻击得分的简家生倒是出发球的挂网。对，其实我们还是要期待希望选手能够失误率尽量减低因为现在的失误来讲的话，也是对方得分的一个一失误对方就得分，所以都占的比例蛮高的。没错。吊球，李炫宇自己没过4球。对这个球来讲的话，其实包含他球接到前面的1/3网子的地方来讲的话，其实没有对方拦网者也没有移动就在那边等他。其实这个球可以调一个后排老3的位置，可能会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当然，举球员11号的许元堂呢，前一场比赛其实表现的还不错，哇，慢慢的应该会进入状况了哈。那林轩玉基本就是强扣攻击也绝对没问题。林轩玉是一个很好的选手哈，那但是他相对来讲的话，他可以吸引到很多对方的拦网哦。那其实假设其他的队员攻击能力还不错的话，其实有时候也调配给其他选手。 这样会更灵活，也不能完全靠他。对，这样会更灵活。哇，他有拦到哦，把包，哇，啊，这个防守起来球，内攻的防守起来球，刚好又给李立伟一个把包的机会。他也会拿捏，然后有手法上一些变化。有的，我觉得选手都会在成长，都会在进步啦。有时候我们会学习，不管是看影带或是在练习的过程中，教练也会教。然后相对来讲，现在媒体那么发达的情况下面，都会在网络上学习一些技巧。对。 接发球是自由球员的，有这个机会来了，他还能够举球，然后后排，你看这个球就掉得很好，对，扑下救到了，小球用左手林轩玉左右开弓都可以。对这个球来讲的话，刚好对方没有自由球员的话，一个篮中的选手，所以在防守能力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面，林轩玉做一个吊球。国中是北安国中，哥哥是罗文峰，然后对兄弟党这样，对，跟林立伟差不多。 接发蛮不错，哎呦喂呀！这个球叫我们称为叫5号攻击哈，就是在大概在3号跟4号的位置的中间位置哈，叫5号哈。对，我们5号球，对，是4号位置往内切，那个球没有到达4号的位置，大概比较没有那么长。OK， 加快进攻的对，大概5、6米的长度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旁边定位的人会觉得你会在4号攻击，但是我们球坐在那个3号、4号中间的位置，那个旁边的人就来不及进来过来，对，没办法做。虽然离中间手比较近，但是旁边那个来不及，对，所以旁边就会有个洞。是，但是假设快攻被骗起来，篮中被骗起来的话，这样斜线又更大一个洞。对，其实战术的运用就是在这样子。那但是要看你举球的分配，配给谁比较重要。是，就是说这个其实有点举球员有点像棒球比赛投手一样，对，他那个球种真的是捉摸不定的哦。对，防守的还不差哦。娃子后排哈，举球员是后排，对，那个球在单手举球的时候，球过网了哈，到对方去了，所以叫后排过网击球。是，华侨的举球员是6号的李奥如，那内湖高工现在是高中2年级的许元堂，许元堂也越来越成熟稳定。是。 对，刚刚詹俊宇有一个快攻，哇，这个球快攻打得很好哦。这边也有林家祥的快攻。对，这个球来讲的话，其实球不够高，但是对方篮网也跳起来了，其实没有缝的情况下面，他靠一个手腕方向转右手边，对，瞬间赶快把球拍进去，并不是特别，哇，差一点点。哎呦，最后还是出界。对，差一点，这个球蛮可惜的哦。是这个突袭的发球，有时候我们这种突袭发球就是发得很平很快，对方裁判一鸣哨，马上就发了。跳发林立伟的接发后举啊！李燕对这个球没有配合好，快攻有，对，一个快攻哈。孙一阳得分5号。所以确实就内攻现在就也有，比如说詹俊宇，然后或者是这个5号曾一阳也有配合的这个快攻。对。卢秉哲的跳发。 快攻！哇，这个球，我身个头不高哎，跳起来蛮高的。对啊，钟耀凯4号也不过183这样嘛。那林家祥也不是很高的。对，他直接旱地拔冲起来，哇，跳得蛮高的。对的，钟耀凯的弹跳能力相当不错。黄秉彦跳发，简家生接发自己做进攻，好，没有人拦网。对，13号刘建成。 刘建成哈，对不起，刘建成。13号是刘建成。刘建成已经得到2分了。对，他才178号，整个协调性都不错。对，第二时间接发到位，哇，还有守住，身体挡下来啊。对，卢秉哲。第二时间拦到哦，前面的举球员拦到哎，许元堂。好，一个修正球，机会哦，内攻，左边林宪玉。 哇，林显玉那个手蛮长的哦。对。然后你看他打斜线哦，那个动作不大，靠最后一刹那的时候，手腕顺势的哦，往右手撇下去。
去年冠军战，就是上个学年冠军战，很多人讲都靠他了，就是内功高一而已哈。对，其实我讲真的，打到第5局的话，他也真的没力。OK， 34分，单场得到34分。因为真靠一个选手真的很难拼到最后面打5局的一个比赛啊。我会觉得丰松那一场球赛就是用团体战赢。是。对啊，我们还是需要说在排球是一个团体部分，多几个平均一点的话，其实你不要持久，胜利的机会比较大一点。或许内功这个球技呢也有注意到这一点对，那整个都有去调整。对，这修正球没有修正好是也短了一点，然后当然接发已经蛮急促的。像这种关键来讲的话，就是说你看又连续4分，这其实分数来讲的话，我们就希望选手的部分。虽然一颗的失误，下一颗就要拿回来。我们比较不喜欢看连续的失误。哇，有啦，听到了。目前林轩宇个人得到5分了。他除了 HVL 除了对丰商34分，对苑里35分，哇！对啊，这场球赛前后排都打。是，对。当然，就品彦在这个世青的时候也是一样，也有单场40分那种比赛表现，对。我觉得品彦来讲的话，在滑球，我觉得有差一点点的原因，就是因为举球员配给他的球好像不是那么顺畅。这样你就觉得他国内的表现，他基本上国际牌，对，没有国际那么优秀。对。现在看起来林立伟确实是，就像嘉荣老师您讲的，这他的稳定性啊，进步真的都很好。以前我们发球是发给他，对，也会接了，对。他也喜欢接受挑战对，他也在成长，愿意接球，他知道对手一定针对他。因为有时候我们一个以前的观念呢，这种像200公分这种身高就定位成快攻手，那其实不见得看这200公分，你看欧美是200公分当主攻手，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这样做一个变化调整，不一定说一定要那个让高个子一定是打中间对。至少内功呢，现在其他除了林轩宇之外，其他有4个球员有得分。单手举球，还有哎呀！今天就是可以看看立伟的成长这个反应很快，他这个球直接说这个球对方打到往上的高度的时候，立伟看到有机会，马上把球就打下去，这代表是他的反应变快了，然后对整个球场的解读跟力是越来越进步。接发不是太顺，用机会来了，林立伟机会，这球接太靠网了，对，没有办法。修正球，右边的林轩宇，哇，拦到哇！斜线好像被林家祥拦到了。对，林轩宇这个球有闪林立伟，对。但是有时候闪他不一定要闪斜线的一个位置有时候看他闪侧面直线那个洞，我们就称为叫打小边啊。OK， 对，不一定说一定要闪他整个手这样。是。这场也是高水准的对抗现在2分差而已。对，练功就赶快喊一个暂停现在男生组的部分呢，就看起来东风召集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指标了，就是在下一个4强在 HBL 来讲的话 ，HBL 来讲打进决赛就差不多，可能可以都打进，至少可以打进前6强。对，因为1、2队有差了。也对，会差一点。对，因为其他各学年完之后，其实各队的衔接不一定一样。对，其实我们 HBL 来讲的话，前12强、前16强都蛮差不多的实力的。像台北还有建中、成功，这个都还没有进来，没有机会进来这个8强的登峰造极。这他们实力都不错，了哇，这个球他打一个抛物线，是第一次的失误，是不是？因为举球比较长嘛，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球是要打点所以他不是硬攻。就是说打点，对，这个部分就是要他练的，就是说，像有时候像我们刚才新练有正在讲，或是他们一些比较好的选手不好打的球，他们会打点，就是说选手在成熟的部分要在这个地方要加油。是。
当然，立伟他也是讲了，他说基本他是以石川佑希作为偶像，那个平彦呢就是西田有志作为偶像这样。哇，他比石川佑希还高，石川佑希大概193哦。对。好，这刘建成今天发挥的不错，13号哈，内攻13号，长短兼有。目前他已经得到3分，刘建成。内攻也看起来也会找，比如说刘建成他是罗东对，依然。哇！哦呦，守起来了，林轩玉防守哦。对，林轩玉守到。对。哇！黄平彦还是一样飞过来了。哇，一个后面2号位置的攻击后，然后再加一个后排林立伟，哇，整个攻击其实非常利落哦。这一分还是黄平彦今天这场比赛第1分。对。这华侨呢，其实有这2大支柱哦，还是很有竞争力。其实他们的1、2年级其实今年也收的不错，收的不错啊。对，收了很多U16的一些国手。平彦拦网，哦，拦网成功。对，你看这个球，他是不好打，还是要处理球？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他跟自己队里面的球配合。哦，其实这个球来讲的话，假如说是举得刚刚好，他还有机会打斜线，但是他连斜线的机会都没有办法出手。OK， 只能是左一个打一个太极奥，那就不明显。那平彦这个地方可以在打太极奥的部分再多加强一点，稍好一点的。对，你看这个球斜线、时间点跟球位，那他就打得很顺。是。稍微要，因为他是左手嘛，还是希望到位，不能过长，不能过长。对，就也不要太靠网。哇，扑下去，林轩玉接发到位，接着快攻了曾义阳的快攻5号。对，整个内攻今天这2球也很聪明哦。那你知道说华侨的篮中不是那么高个子哦，所以他今天只要球有接到球到位的情况下面，他用快攻打你。因为一般对篮中手通常是3号位了哈。对，3号在中间手比较，哇，这球过长了哈，立伟奥赛可惜了。对，因为他第2次的攻击失误。对。都是看起来都是好让他多磨练一下。对，20比20的哦。对，华侨也叫暂停了。对。轩瑞教练也已经长期带了男队蛮长的时间。对，因为之前是跟徐美中教练在一起合作。美中也在哈。对，那美中现在已经到职业队去。美中职业队是当球员吗？球员。OK。桃园。好，桃园云豹。好。那其实这次比赛呢，也都是由这个职业排球联盟呢来帮忙提供服务场地组啦，还有裁判组呢都是这个接下来的职业排球联赛的这些同仁们来担任，所以这次比赛呢也是作为职业排球联赛的一个热身跟准备。那热身赛直排热身赛呢，要在天母的北师大体育馆了哈。对。也有邀请2支日本队来哈，北海道是其中一队。也是。哇！这球硬赛。去了。也硬赛。对，这球很明显哈。我说速度是够快，我看不太出来是界内还是界外，是界内，界内。裁判现审是有举牌太极了，对，可是其实在底线附近差不多的位置。OK。飘林轩宇的接发，自己接自己打，3个人拦网，修正，文宇过来修正，加快哦，守住，对，快攻的争议，触网，拦网的触网，对。华侨高中这段时间呢，也换了一些球员，换了几个人次。哇，可惜哈，在后面关头的时候华侨有个失误。
天内湖高工第一局呢有4次的发球失误。快攻哇，今天快攻运用的很好哈。对，也是在3号位的快攻。是。所以快攻的5号的曾义阳得到3分，8号的詹俊宇得到2分。因为后局稍微over了一点，对，所以他没有办法很好去发挥力量。林轩宇拨的，还有对，哇，给谁？呛死哦，内攻，哇，有点像西快攻，但是打西，对，200公分在那里等着，对，现在是打快攻哎，对，跑一个西。好，轩宇反正是全能球员嘛。对，他这个球想要拨出去哦，因为你以为还是太个头还是比较高了，对，不好拨。还是文宇来接发。哇，太极哦，强扣攻击突破了黄平燕的单人拦网。对，这是黄成峰的得分。对。尾号码10号。他们做双举啊，他们是2个举球员在场上。哦，是哈。对，黄成峰跟11号。哦，对，黄成峰应该是举球员啊。对，还有许文堂2个。许文堂都哦。他们用双称为是要06的意思，是说永远前排都是3个攻击手。那黄成峰可以攻也可以打。昨天我有看到就封伤了哈，就是他们也会最后几分呐，就双举也会在。其实我们现在的战术来讲，大部分是说举球员到前排之后，我们会将举队换下来，换成举球员。那原本那个举球员换成另外一个攻击手的位置上去，就变成前排是3个攻击手，举球员还是保留后排。对，我们是保持这样子。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内攻来讲的话，他们是双举2个都可以举，然后2个都可以攻。对。那基本。我们很少看到同时2个举球员在场上。对，他是一个举球员，一个攻击对角，对，大部分都是这样。然后在中间半段的时候会去做一个替换，让前排保持3个拦网者，3个攻击手。当然，有时候来回拨的时候比较快的时候呢，这个举球这一环就是可能会稳定一些吧，哈，就是。因为前排也有人可以举，对，就做修正，对。李耀如举球，有到4号，哎呀，拦到了哈，没有卡，来不及卡吧，就是。对，像这个球，王成峰来讲的话，其实是因为1对1啦，所以他手当然会往2侧张一点哈，可能是防止选手打2侧的位置，那刚好这个球刚好从中间打过来。王成峰这是学甲国中出身，他爸爸也是排球高工毕业的，也是国手，真的，OK，对，就是他拿到冠军队的啊，冠军内攻冠军的，那是跟你同接近前后届，他是冠军的班底 ，OK，以前叫做黄人，哦，就是国手的，哦，他今天也到现场来看他儿子比赛，是哦 ，OK。对啊，阿贤教练嘛，哈，庄志贤教练嘛，哈，那小朋友是庄子婷，对，开始出来打球，开始了，对。好，这一局就杀得难分难解，是。拼到了第50，现在1分，华侨高中领先。对，内攻赶快喊个暂停。对，本来内攻先来到24分。对，所以现在看到来讲的话，把10号换下来了。哦，对，这时候就把10号举球员换下来，换一个攻击手上去。哦，还是由11号当举球，因为11号许文堂还是后排。哦 ，OK。林立伟发球，稳的发一个。文宇的接发，后排给李炫玉，几乎跟开局的前2分是一样的。哇，直接从后排飞到前排去打哇！李炫玉目前得到6分，25平。发球的是詹俊宇，接发到位哦，李耀如举球后举，
哦，拦到，还有，我跪着举左边对，哇，挪印，哎，裁判超音没有响，哎呀，但是修正已经到标志杆外面，然后这球不好处理的，太急了。不然这个球拦得很好哦，是他把那个王炳彦球拦到了，可惜的哦，可惜对。轩宇也想尝试来修正看看，但是太偏，接发不是太好。哇，还好，刘建成，内攻把握机会，后面快攻得分对，打一个西快哈，对，19号吴秉哲哈，对他跑去打快攻哎，所以说你们看到今年的内攻是比较全面的哈。因为每个选手可以打快的，好像也可以打长的，都可以运用，所以它是比较灵活在运用，比较全面性的一个组合。是，跳发林立伟的接发到位哦，哇，快攻，开始跳得很高了哈。事后你看，真的刚刚我们一开始就注意到哦，对，最后凯的部分来讲的话，他一跳起来是半个头在网子上哦，对，看好像探头这样，对，看得很清楚，身高才182而已。真的会跳，轻盈，对，太长，体验，今天平彦第一局只有得到1分，而且还有1次的发球失误，对，第一局杀到了27平，哇，今天是好日子哦，打满打好，对，接发到位，这次单手还有垫高。后排太矮了，被守起来，自由球员守得很好，对，文宇守住，小球吊球，快攻，再是修正以后，还是给林立伟，3人拦网，终于把林立伟拦下来。对，这个太单看起来是就是轩宇了哈，林轩宇的，对。因为内武高工也是有做准备的情况下去拦这个后排球哈。内武高工的举末点，跳飘，1对2突破，哎呦，中洞，对，有点中洞了哈。对。7号的林元佑，莺歌国中出身，183公分。还是斜线哈，自由球员在那边准备喽。对。哎呀，没过来4级球，到底要给谁哈？默契上面不好，因为这球是林立伟去做修正。对。但是在修正的刚好又不三不管地带，有点尴尬。对，尴尬，不知道在给谁。但是这其他接应的第三传的球员应该把球送过来哦。这还在举球。对，在变犹豫的情况下面造成一个失误。是。曾义阳的发球，爸爸内湖高工人拿下了第1局的胜利，在第1局是30比18，内湖高工拿下了第1局，目前是1比0领先华侨高中，精彩的对抗。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到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
欢迎回来。2025年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在台北体育馆红馆，随时欢迎大家进场。今天是礼拜3，要一直进行到礼拜6。那这礼拜68月30号下午1点钟的明星赛啊，现场会有发放这个纸帽的打卡活动啊，会发放这个帽子。欢迎各位球迷呢可以进场跟三丽鸥一起看球。那现场呢就这个几只的这个三丽鸥哦，现在就已经这几天都摆在这个看台上面了，可以跟他们合照。合照以后呢上传，就有机会呢参与抽奖的这个活动。当然会一直摆到篮球赛的时候。哇，过长了。第2局比赛的一开始哈，许愿堂的发球过长。是。哇，第1局就是精彩的30比28，哦，内湖高工对获得胜利。哇，这个球打得真好哈！对，直接1对1林玄宇来讲，真的很困难。是，他自己做一个个人的移位哈。这一批的选手哦，期待着哈他们的接棒嘛哈，接下这个国家队的棒子。哇，这球被拦到哈。刚好被8号的詹俊宇拦下。对，他要打斜线哦，那其实有时候中间路线也是不错的选择。哇，发球过长了，可惜了哈，可惜对。李轩宇在第1局有2次的发球过长，这一局也有1次，一共有3次发球失误。哇，这就是抢拍。OK， 啊，垫高，还有。哇，这卢秉哲哦，就是像嘉荣老师您讲的，他们这些打快攻也没问题啊，然后打长攻也可以，也可以啊。你会看到今年的内攻球队是比较全面性的哈。是，对他们没有，虽然是轩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攻击手，但是他们没有全会依赖他。对，哇，守住哦。再来一个哇！举球员许愿堂守住哇！你看这个球，当他在好打的时候，他直线跟斜线都可以充分的发挥哈。所以说举球员举的球也是真的是很重要哈。那如何去运用王品彦这个好的攻击手，真的很重要。而且，对，就是真的不能太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真的不行。对，林立伟也是会累的，而且对方拦网好掌握。是没错。哇，没有过，对，这个球没有过。现在对华侨来讲呢，这个一方面就是他们的拦中手呢是比较矮一点，是，然后另外就是往前的一些球好像比较有点慌乱。我们看到他就个头比较矮，当然拦网比较没有扎实哈，但是手没有探过去，所以就会造成很多球都吞进来。那再来就是内攻今天的打法变化比较大，是，他们拦网部分常常被调开来，是，哇，自己失误，哇，很可惜哈。过来哈，9号的杨佑礼，对，那现在讲华侨里面有明星的选手哈，像林立伟啊。王品彦，但是其他选手也要跳出来打这样才可以，因为举球员还是要信任你。15号的又给王品彦，对，黄文婷的自由球，黄文婷。B 快攻，哇，好球，对，郑义阳的得分，5号。看到，因为对方内攻现在很好掌握所谓的华侨的一个战术。但这个球，其他人失误来讲，一定是林立伟或是王品彦的球，大概是这样抓他，对，就比较好抓了。对，所以说举球员还是要灵活配一下每个选手，不要太单纯。是，那这球没举好，快攻，哇！所以说你这样子一直被对方打，然后你又拦不到对方的球，这2分数就这样一分一分的流失掉了。所以现在黄品彦跟林立伟又在后排，这一圈要赶快转过去了，对，要不然华侨是比较麻烦。哇，哎呦，差一点内攻自己发球失误了。是。
这一局第2局内攻就已经有3次的发球失误。逼快，再一次还是守不住。对，这边快攻，他们知道华侨的弱点哦，对，是猛打。对，中间的狼王者比较弱一点。现在参考的话，就是内攻2个中间手曾义阳跟这个詹俊宇呢是得到9分。哇，这个球也被拦到。他们这个就所谓的轩宇拦到了，所以说他们就是所谓的旁边的选手也是有辅助拦网，他们不是只有中间手拦中间手，他们会去分配。像这个球1-5队形来讲的话，一个快攻一个长攻，谁去拦快攻，然后另外2个去做组合拦长攻林立伟这样子，是一样的战术这样子出来一样2个。还又被拦下来，这回直线。所以说，华侨的战术来讲太过单调了哈，被对方都掌握得住。球员许元堂的直线的锋利也非常好。当然要稍微有一些变化或者多样化一些，举球员也扮演蛮重要的角色了。对，其实刚刚那个1-5队形来讲的话，就是林立伟在前排做一个引诱作用，然后快攻做掩护，调一个后排老三给黄敏燕，那其实就也可以对，那你玄玉会跟着快攻跳，那变成黄敏燕就剩最多1个人拦网，不然就是no call可以攻击，所以他这个战术可以去运用。不要过于太单纯，因为攻击手你说200公分林立伟，但是可能击球点都每个球都那么高啊，还是会拦到。是。比如说稍微矮一点的球员的这个时机点抓得好的话，哦，也是会拦到，是有可能拦得到。基本上球还是要往下，哦，球最后还是会往下掉一点。那这个通过点呢，就是拦网者如果能够抓到的话，是有可能拦下。是。看看暂停之后，修正而已。立伟用力打。1对3，喷走哦。3个人拦网只能用力打。对，也是3。哎，运气当然内攻也不错了，不过在华侨还是感觉好像稍微有一点点空隙啦、漏洞啊这样。内攻像3个人拦网完之后的防守球有守起来后，然后但是变成一个防守后的一个转换攻击，直接就得分。对，他根本就掌握到，像这个球也不好，真的是靠林彦志的个人技术。对，所以以后你看现在这种球不好的球，你才要运用，其实说真的不是最好的时机了，是刚好对方拦网手又没有升起来。平彦目前得到3分这场比赛。在世青场均得分27分，大会的得分26点多分。哇！华侨有点闷了。对，这个选手都没有正常的发挥哈。对。华侨的举球员还是观念上面还是要在教练还是要给他再灌输一点观念，举球员的部分还是要再加油一点。剩1个哈，这个球就比较好一点。有守起来，平彦修正，哎呀，2次被抓到2次。像这种球来讲，平彦因为要退要举球，不可能有办法从那个位置举到4号去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后排老2就要喊声音，老2给他，对，从后排的主攻手就冲进去了，因为林立伟在前排4号位置，我们一般来讲推不到那么远。立伟哦，你看在做一个个人的变化，对，一个快攻掩护，然后立伟就往内切，对，这等于是个人做一个组合，一个攻击时间差的一个攻击。林立伟还正常的，目前拿下了9分，比较平的接发，哎呀，也是被抓了2次了。对，这个有点移球，然后硬从斜面再移到一个直线这样子。这时候我们教练来讲的话，就会跟他讲说，举球员太慢了，慢了1拍，或者是脚步再走快一点，不要只靠手去移那个球。因为可能已经设计好要打什么战术，所以他就一定要往那边送。对，但是你脚步要再快一点。OK。
哇，斜线只有一个人拦网。对，闪得很好哈。林轩玉大战林立伟。对他知道斜线有个洞，他就闪。那其实你们看到林轩玉的技巧性是蛮高的哈。没错，跳起来一看就闪他的手，直接可以得分了。15号的自由球员黄文婷，华侨高中，差一点点。这次接发蛮好的，没有配好。好，立伟用抓的五爪神功。是。现在到了后排以后，也稍微换人一下，林立伟稍微休息。14号的杜佳静上来发球，飘飘的发球，后举林炫玉，哇！那球配得很好，就是说内攻的配球配得不错哈。就是说最后一刻的时候才把出手配给一个给高压的攻击的。那再来是他们快攻还是有具破坏性，所以说前面的快攻我们又不能不顾。对，不好守。对，所以又发球又过长了一点。好，没关系，他赚的分数够他花一点。还有就是关键分能够拿下来就可以。对。15比9的内湖高工呢领先了华侨高中。华侨放一个杨凯卫的蓝中手上去。哦，杨凯卫，对。8号。这边华侨也是发球的失误。后举给黄品燕。你只要前面有办法骗到个蓝中起来之后，然后你球举给黄品燕不要太差，黄品燕其实得分的能力就很强。而且这个时候等于说林立伟不在了，对，在后，因为林立伟在后排了，对，品燕就担负更多的责任。哦，没有包好出界了。那我们在场边有没有看到那华侨教练也是一样，一直在叮咛举球员该怎么举。所以今天的关键在举球员的输赢还是影响很大。刚轩瑞特别就是盯举球员这样，举球员沟通你要怎么举。拦到，看看，追分哦！慢慢的华侨追进了，也逼出内攻的暂停。是，换8号杨凯卫上来有差哦。他是拦网移位是比较快速吗？还是？可能是有时候我们在旁边候补替补选手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会看那个攻击手的一个习性。假设他有注意看的话，他知道现在进去的时候抓了时间点要怎么抓，就是看候补选手确实有没有认真在看观察整个比赛的状况。有时候选手不一定要让他先发，他当替补上去，他可以有时候会表现得比他自己先发好。好，今天在我先提一下观众席这边这个Hello Kitty 这个拍照呢，还是欢迎大家到现场，所以在现场有好几只的 Hello Kitty 都很可爱，也可以参与抽奖。B 快攻，鱼跃救球2次过中线，哇，好可惜啊！这个球有救到说，对，15号的也是文字辈的文婷，黄文婷，一个黄文宇，一个黄文婷。2个自由权都很不错。17比12，内湖高工领先。左边浅蓝色衣服内湖高工，单手举球的是华侨高中，直接把刚好被许元堂抓到。对，爆包球被抓到。哇，11号的许元堂，举球员参考他这一局，他就拦下了2分。接发后举后排太长，失误了哈！黄炳彦攻击自己失误了，这个球就要归咎在自己的身上。看起来品彦他比较习惯打快一点的球他会平一点的这样对，也很好，因为也许他不是很高争取时间差，爆冲！现在攻击手都自己失误华侨。9号的杨佑礼，对。杨佑礼今天第2局是先发，但是还没有得分。
内湖高工现在保持20比12领先。内湖高工会不会是华侨的克星？有可能，去年好像也是。也是啊，对。后排林轩玉，又过来了，呛死，看看华侨的呛死这次能不能把握。还是被右里还是被拦到，对。最后可能要黄品彦吗？还是被拦到，没有人可以举。哎呀，机会又回到内攻这边了。最后内攻出过刘建成，杨佑礼还没有落地哦。哇，边线对，举球员干脆自己抓，跳起来举球在右边，刘建成吊球，内攻拿下了这一分，来回波，好几波的一球。对，哇，应该是刘建成吧？13号。那就是平彦会站得太后面吗？还是也不好抓，放掉了，没办法1对1，打不死啊！终于得分了，终于得分，对，这是9号杨佑礼这场比赛第一次得分。这场厮杀也是非常激烈。哇，拦到！哎呦，我们的8号杨凯卫篮网已经得2分了。杨凯卫对上来以后，确实对让华侨高中在篮网这个环节比较稳定。接发，哎呦呦！把球得分。连带的也有一点，华侨高中的气呢也稍微打出来了。对，杨佑礼也发球的得分呢。杨佑礼是来自巴德国中，186公分。快攻！哇！杨佑礼手起来救球，打得很好。哇，这个球主要是跟外面进来很可惜，还是出界了。对，发球的13号刘建成，上手的接发，没有配好，对，修正给林炫玉，哇，助网，哎呦！可能是8号杨凯卫出网，杨凯卫出网，对。那华侨要守住林炫玉，每个人都想拦他的球。哇，好球！重扣攻击的杜家靖。对，所以又不一定说一定要打很斜打2个人中间的位置，其实也是一个突破的点那我们知道攻击大概是打直斜跟中间2个篮网弧中间那看最后一刻的时候，攻击者在空中的时候如何去判断。逼快，拦回来。是看看，哇，举球员10号的柯博轩，对，举球员直接得分。也蛮高的举球员，186公分，国中是板桥国中，而且他比去年登峰造极又长高，而且又长壮。对，我觉得应该有190号，哇塞，10号，哇，你觉得到底是快攻手还是主攻手？好了，来到了24比17，内湖高工第2局的局末点。林炫玉现在已经得到13分，这场比赛。时间差，哇，这个球打得很好跳起来之后打点也高对，在斜线的部分，只用身体掩护，然后
当手腕歪翻之后打斜线，我这个球打得很好，连自由球员都来不及反应。朱家靖在上球季也已经在阵中。哇！哇，这个球要短边打 A 离，哇，这打得真很好。快攻手的詹俊宇呢拿下了最后的局末点，在第2局的比赛，内湖高工是25-18拿下。目前内湖高工呢取得2-0的听牌领先的华侨高中。休息一下，回到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好，台北体育馆红馆哈，随时欢迎大家进场，然后欣赏精彩的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或者跟 Hello Kitty 合照哈，也很好玩。登峰造极的青年的球赛，包括排球、篮球，高中组还有大专组，将有1个月的时间哈，在台北体育馆红馆热闹的持续的登场。那同时也有邀请一些好朋友哈，从远方来的球队，日本、韩国或者中国的这个球队来跟我们国内的劲旅呢来同场以球会友。好，第3局的比赛开始，华侨高中穿着深蓝色的衣服，右半边浅蓝色的则是内湖高工詹俊宇。刚刚1分结束，现在1分开始。对，今天快攻2个得大概过10分了哈。没错。对。所以代表说，今天的内湖高工的接发球是到位率很高。林轩玉跳发，这次接发还好。哎呦，直线有点欧吧？怎么了？触网。哦，拦网的触网。对，13号触网。立伟这球也还修正还不错。对，而且他知道可以改变方向打直线哈，代表他的球路比较广泛，不是说直接高举高打而已，还有球路。是，哇，来个飞 ace 哦 ，ace， 林立伟，立伟今天是还蛮顺的，看能不能带动一下华侨。对，没有跳发，反而是跳飘发了一个 ace 球。通常是就是小7了哈，小7号自由球员这个文宇的工作。哇，一个短球，哇，也发得很好，又挤在一起，机会来了。哇哎呀，这个球华侨他没有把握，对，竟然没守起来。这一定是攻击手14号的选手的一个责任哈。
OK， 杜家靖哈，对你不能哦放，你高手就拖着就到了，伸手2只手上来抽，哦，这样不是就到球？也是蹲下来做什么？杜家靖报仇一下，对，该需要表现一下哦，防守要注意一下。有时候也会这样哈，就是有时候选手的手放太低，来不及上手，他是躲而已。那其实我们准备动作应该是放在腰际附近的位置，胸前上可以，下也可以，对。后举右哦，好，还有电到了，快攻拦到了，哎，怎么现在华侨不一样了？对他有在注意哈，至少这几分还是有攻有守。对，杜家祥这个快攻有拦到了。像这个快攻就比较单纯的 A 快攻来讲的话，对方的拦网就比较好抓、好定位。其实前面几个球来讲的话，内攻会用 C 或是用 B 的部分，那将对方的拦中线迁移动来讲的话，就比较得分机会比较大。8号的杨凯卫的发球的挂网，这一局刚开始，第3局现在4比3，华侨高中领先1分。换卢秉哲发球，卢秉哲19号的发球。跳发，哎呦！哇塞，哇，还有发点但是差了一点点，蛮可惜的。是，但是他们发球的战术还是有设定的。对，看内攻来讲的话，都有设定在某些发斜线。品彦跳发，可能出界。哎，卢秉哲他以为是自由球员要过去。文宇最后没有过去。换人，马上换下来。好，19号卢秉哲换下来，今天到目前为止得到了4分，有2次的发球失误。哎呀！ace， 后面也要开始得分了哦。运气站在了华侨第3局，目前华侨的球运也不差了。对。7比3的领先也逼出了内湖高工叫出暂停。对，光一个拦网得1分，2个发球， 3个发球，3个发球，对。林立伟得1分啊，对，这3个发球，现在得4分了。那再加上黄敏业的攻击得分来讲的话，其实分数都到7分。是，那就加一个拦网。所以目前来讲，华侨不是以攻击为主要得分攻击只有得1分、那2分而已其他部分靠了发球、靠了拦网那其实排球部分来讲，都是要全面性的去得分方式。单靠拦网、单靠攻击来讲的话，其实你没有守、没有拦网，其实你直接拿1分回来，对方还是把你拿走。所以说，排球部分来讲的话，全面性都要去注意，不管是守、攻、防都要加油。对。当然。现在高中的这个阶段都可以在成长的对，你看女队的这个来自江苏的星海高中身高当然是非常出色但或许吧真的来的时候就很不一样了，对，就是靠拦网了，就是基本上对，可能明年更强一点的话，对，欢迎他们再来，对。品彦，哎呦，还有林轩玉逼快攻，对，守住哦，修正以后，吊球，吊球得分，看到了，蛮聪明的。对，手法变比较多了不是单单只有刚刚前一个球强击球得分而已杜家靖在第2局替补上来，第3局先发，目前得到了4分。让品彦继续能够发球西田有志发一个，靠，有拦到，1对1，机会球，很敢打，对。后排林立伟来了，对，其实在这个球来讲的话，就是说一直都打前排，那我这时候刚好是一个突然间举给后排，对方拦网也没有注意到，所以说这个球就没有人拦网。所以配球是真的很重要，时机什么时候给真的很重要。哇，越发越顺，对，第2时间有接发蛮好的，他只要攻击这里。刘建成13号的得分，这华侨10号举球员拦网的部分其实没有做得很确实柯博轩，对，
篮网的手型还是要再加油一点。就跳起来以后，身体的这个核心对，要稳住了那手型没有做得很好。哇，哎呦，线来了哦，有可能出界，但是不好判断对，球速很强。对。其实自由球员闪身守得很好了，但是真的球还是有球速。对。黄文宇在高中排球联赛113学年 HVL 接发球44%的好球率，防守也有25%的好球。太极转身聪明。现在柯博轩这一点好像都被对方打直线了。对，这个球所以转身转身打，因为他其实也会发现谁的拦网比较好。我们攻击手有时候会知道谁的手型比较好，谁的手比较好打。对。那有时候这个球真的不好打，有时候打攻击手拦网者的外手弹出去。一般还是针对对方，如果是举球员在前排的话，可能还打举球员。对。讲不好听的，举球的手很重，不小心把他手打坏掉，我们更好是吧？没有来开玩笑，原来不会这样子啦。暗黑的目标是这个。哇，这个从2楼打下来，这个球就没有闪，然后直接打首尾过去，卡得很过瘾。对，这个球从首尾直接打过去，他手有点放下来。参考炫玉呢，现在也得到15分这场比赛，两队得分最高的球员。接发可以，林立伟拦到内攻拦下了林立伟。战术还是被发现，然后你看还做一个掩护动作，竟然有2个拦网者在那边对。这时候其实事实的老三王品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刚刚是9号李孝谦拦下来，用吊的文宇也注意到了，太长可能，但是突破，有持球吗？过往击球，他是前排自由球员脚在前排他上手举球的。自由球员在前排用上手举球，是一瞬间就还是被主审看得很清楚。对，前排是不能攻击的。对 ，OK。哇，这个主审做得很好。对，抓得很明确。接发 OK， 立伟界内，这球都快被他打破了。刚好直线一个洞他直接顺势的挥下去。这个暴力美学。哇，这个真的起来。哎呦！不好守这个球，这么短的距离，球速这么快，值那么重。林立伟目前得到12分，有机会。李孝谦守住杜家靖，守起来修正给林立伟，不好打。哇，这个球刚好是打那个手太起后，是移位稍慢了吗？还是打手肘位置？这个球点没有放很高，有没有打手肘？对，手肘的位置砰就出去了。接发到位后举右边李玄玉面对林立伟攻击得分。他空中的时候会停留了那最后一刻的时候才改变路向。对，所以说真的他的球真的不好拦，身体的素质也很好。对，核心在空中，那个弹性好。对。哇，举给裁判了。品彦进去太早吗？还是没有配合，没有沟通啊？看起来10号的柯博轩是算替补举球员应该是6号的李奥如是先发，不过可能还在试了对，直线守起来黄文宇呛死啊！李玄玉后排被打到头了。长太高了，190公分。对，感觉10号部分的人没有那么专注在场上的感觉本来华侨高中领先的但现在只领先2分了，所以华侨也赶快叫出了暂停。
以这个10号的柯博轩，如果真的190的话，他可能会不会真的他可能会不会想要转攻击手哦？对，其实不用啦，因为举球员来讲，越高越好。越高越好。OK。对啊，190几更好举，空中的。封商举球员是187了。对，也是很高。现在举球大概在190左右。国际赛只有日本举球员最矮。是日本举球员的到位点跟球速真的是太完美了。对，他们不是要靠高度，我那个日本举球那个球点啊、球速、到位率真的太好了，而且他的配球真的让攻击手非常打得起来非常舒服。对。刚刚上来了。不，对不起，这个许愿堂这一次触网，持球，两个人持球，对，你在手上，先持球再触网。林立伟的发球，跳发加压，没有。林轩宇接发，快攻，转出界外了。哎呀，没有 touch 到。对。哇，就直接因为这个是移动性的快攻哦，我们称为说球没有接到一个固定的一个点，球还在行进间，快攻也跟着跑的时候，这时候举给快攻是最好时机，但是他自己转出去了。林立伟继续的发球，后排林轩宇用点一下，对，修正了，哇，打头。他想打点，没想到刚好打到头。所以说，这个时候改变击球的节奏跟速度哦，那不同的东西，然后这个球可能就造成一些变化，像现在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还是有效的哦。对，你打得太扎实，回来也很大力。目前杜嘉靖呢得到5分，华侨高中17比11，现在。因为这一局一开始来讲的话，华侨的发球跟拦网，一开始就是取得了3、4分的领先的情况下面来讲的话，造成内攻在追分的个压力比较大一点。对，我们看到华侨在第3局，他在发球上面也是有加压。破坏你的一接来讲的话，这第一个传球，这位快攻我就不用跟了，准备抓你的长球就好。也是。哇！突然间，一般来讲，我们暂停完之后，教练会跟你讲发球，稳稳发。哇，林立伟不是来一个强击球，个得分 S， 哇！这一局对华侨高中发球就得了然后回来跳标，对。林轩宇接发，修正给左边的刘建成，拦网出界，对，终于止住了林立伟的发球。刘建成得到8分。8号的中间手呢，詹俊宇的发球，林立伟接发没有太长，拦网出界，对，王敏燕攻击，对。1对1了哈，攻击手还是比较主动。对。平燕今天得分到了9分，包括2分的发球得分。后举球右边，哇！这边反而1对1拦下来，对。杜嘉俊拦网很顺。哇，对，没有那么高哈，但是今天替补上来做的蛮好的哈，不管在攻击的得分。或者是在拦网上面都有贡献。去年是180，现在182，身高。李轩宇，哎呦没了，没有，吞下去。OK， 差一点点了。嘉祥3号差一点点拦到。那林轩宇得到18分。发球的是9号第2时间，孝谦，有，自己乱了啊！这个掉一个小球，做一个时间差掩护哈，那这个球也没有办法做完全的攻击，只能做吊球。
现在反而这一局在进攻方面，内湖高工多了一点哦。第3点的杜家靖呢，不是华侨高中了，表现得非常好。对，那杜家靖上台，他上来本来就是换主攻位啊，所以说很多球是他在处理，但是他处理得非常好。是，攻击得分，他就这一局就4分，还有一分拦网。现在来到21-13。华侨现在把李奥如换上了，李奥如来发球，拦回来。哎，裁判哨音先前没有响，那突破许元堂就得分。对，华侨会认为说这个球是打挪印啊，挪印的，对，没有碰到，是，对，那裁判是觉得说他是有触碰到篮网的手。更高规格的比赛将会有 challenge 对挑战，直线重扣守住哦，防守，王威宇，小球，李轩玉修正，杜家靖修正，林立伟运气也不错了，一个变相攻击哈，对，转着斜线部分刚好运气好，爬网过去得分啊，哇，他自由球员用身体去挡球挡得真好，对。跟那个台电那个自由球员叫什么名字去？男生那个突然忘了。对，李嘉轩。对，嘉轩嘛，对，嘉轩。好球一个 touch 哦，林玄宇的得分。对。19分的个人。22-15，华侨高中这一局还是保持领先，换了一些人。对，他主要是把接发球比较好的选手换上去了。OK，18号的谢生伦上场，另外7号的林元佑上场。林元佑在第1局也替补上了，飘的发球，接到位，快攻！哎呀，5号移动太慢了，5号。他挡到其他一个选手是移动要接这个弹跳起来的球。加压的发球，李家祥，林宪玉有守住，处理球，华侨这局很顺，对。7号的林元佑的得分，其实华侨教练是有在让选手上来调整的。像这个分数来讲，关键的时候把主力换下来，让一些替补选手上来可以发挥一下，而不是说领先很多。有时候分数选手要去知道那种分数在压力的情况下，我上场怎么打。哇！一看举球员换掉又在出问题了，他换6号上来。对，局末点不过。内湖高工有吕宪玉在得分，对他把李奥鲁换上来举球了。对，内攻的6号吕宪玉现在得到20分这场比赛。许元堂的跳，直接送分数了哈。好，第3局的比赛是华侨高中25-16，扳回了一城。现在是2-1，还是内湖高工领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行第4局的比赛。
欢迎回来！2025年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在台北体育馆红馆，今天是星期三，8月27号，一进行到8月30号了。都很欢迎大家随时进场，大朋友小朋友哈，还有各个学校的各个层级的排球队哈，也都是很欢迎来到现场来欣赏比赛。是。那我们很恭喜哈，那华侨扳回了1局哈。对，那在第3局的部分，华侨的策略在发球上面有加压，在就是几个配球跟拦网部分来讲有下个功夫哈。那在一个比数比较大的情况下拿下第3局。那我们看第4局，看双方两队来讲的话，战术如何去改变，如何去调整。许元堂的发球，举球员接发杜家哇，触对方触网，球触，这就是举球员高的好处。对，190，然后手伸起来嘛，对不对？那对方以为我摸得到，然后顺势摸了就摸到网子了。OK， 对。华侨有好的开始，哇，拦到哎，对，又拨回来，后面哇，还可以，机会，靠啊，组合攻击，第2时间，杜家靖这回被拦到，扑下去，哇，守住前面吊球，哎，后面没人，来回拨，林轩宇长一个打点球得分。来回拨的球要这个球还是举球员的问题。举球员，因为黄品彦在后面2号位置。他连续给他2颗球。对呀。是。其实那时候他有3个攻击者可以用，一个林立伟的后排，一个黄品彦的2号位置，结果他连续的给4号位置攻击。当然，杜家靖是在第3局是还不错了哈，就是表现得不错。给的。谁网子碰到啊？对。那边内攻是已经2次触网了。是这一局2次触网。对，这2分都是内攻触网送给华侨。对，有来后面也在跟举球员沟通，给我的球要怎么样？对。不过当然，品彦这球也是有机会直接攻击得分。对。接发到自己接自己攻，好球往后排，这吴轩宇排球变成只有2个人的运动，没有了，开玩笑了，单挑的感觉。对，又要复制贴上哦，这个球王明彦可以上去拦就拦到。对，他辅助拦网，稍微的辅助拦网，不要吝啬上跳起来一次的拦网。哇，还有失误啊！我觉得举球员还是要再调整一下哦。对，是华侨2个举球员，对，甚至还有第3个了，只是这都还不是很稳定。品彦，哇！其实相对来讲，他上去压力也蛮大的啦。他不是先发嘛，对。他现在才高2而已哈，原本都是李耀儒高3选手在举，对，大部分是这样。2个人拦变高，好，高的拦网也不错。哇，聪明哇，这个球杜家靖哈，一个打一个外手 touch out 的球。杜家靖从第2局上来，现在得到了8分。14号发球的是黄品彦。台湾的西田有志，后举角球吊球，哎呦，抓到杜家靖，哇，高个子的好处，应该是没有持球了哈，没有，OK。常常我们看到外国队也是这样子，然后这个球很靠网的情况下，举球员直接用手压横过去。他现在在前排嘛，对，哇，黄边街这一局的发球蛮强，这局是。小球，自由球员，守住后举后排，他这差一点点。哇，你看这个球来讲，他就是有去配，知道我后排有个林立伟，对我现在其实还有个老3黄品彦在，我不能说我们只有信任给前面的杜家靖一个。
慢慢的然后会成长，更对，经过这几局的磨练哈，其实他有在成长了哈。他应该取名叫柯博文更好，没有开玩笑了。他是板桥国中，先长到了190。8包吗？没有。快攻吗？哎呀，又戳的，可惜啊，出了界外。这个来讲的话，就不是举球的时机就不是那么好。其实我们看到篮网手也有上来，对这个球，就算你举好球，篮网手可能会拦抓到。对，这不是最好的时机啊。剩一支好打哦，对，这个球就有差了哈。对。每一球大家队员之间都互相讨论一下哈。对。所以说，其实他是在通过这个球赛的比赛哈，在磨练自己哈，让自己更成长。那教练给你继续举的原因，就是因为让你去磨练，让你去发展的一个空间。至少变成可用哦，可以用的。对方触我。这个还是要怪。说真的，是内攻自己去触我，但是举球真的没有举好哎，没有举好，这，然后内攻自己去触我。你看黄秉彦还是跟他讲怎么举，因为黄秉彦还是学长嘛，对，从高一就先发到现在，然后你就给他指导一下。机会球来了。哇，还是没有配合好，最好最有效。你不是我们常常讲说，当你机会球给你的时候，你没办法把握得分，就一定会被对方得分。哦，这个损失很大，整个士气也会伤很大。其实不管这个球怎么样，当你有机会球的时候，就赶快组合好攻击。就到了高3的时候，这个黄秉彦就是队长了，对，所以他也很要负起责任哈，所以在跟队友带领队上，对带领。哎，要太平。这个球没关系，我们有林立伟，不够长哦。还有他速度够快，脚够长，够高，单脚直接成为我们的贝飞一样，真的。得到16分了，18分，对不起，对，可惜发球出界，嘉祥。嘉祥这场比赛有3次的发球失误。华侨高中目前第4局是9比7领先。今天已经有2场打到第5局，是。现在这一场修正，林立伟哇，只有触网，哎呀，林立伟躲过了一劫。哇，这一局内攻已经4次到5次的触网，然后这一半的对方10分，有一半分数是你内攻触网送的哦。就是下来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组合篮网有时候会撞在一起，对，碰撞到，有时候就会往前冲。时间差，哇，太极奥，好，对，还好，这个位置有去针对林轩宇的篮网。哇，可惜的哈，外手没有包覆好。有时候是球的击太重，手直接被他打弯了，打翻了。杨凯威8号，他几奥，黄秉彦有对得分，举球也到位。今天裁判都是一样哈，像这种球来讲，今天裁判就觉得都是有碰撞的，对，就是说其实他从一开始到现在，其实他是很公平的给两方，双方都有。一瞬间，然后那个网子弹到手，其实他有碰到，哇，两个人中间，没有拦到，吞下去，对。其实攻击还是蛮有技巧性的哈。哇 ，S， 追进喽，10比11，只差1分。算下来
林炫玉得到27分，哇，又准备复制那种30几分的，对对对。但是希望他球队能够赢球。对。后举，陶平彦重炮，好球，对，好球。哇，这个球很大力耶！你看那个篮网者的手都在痛，代表是这个球的高度跟时间点很好，黄平彦可以很完全伸展，然后扣球，把力量完全释放出来。对，也不是特别高，也不是特别厚壮哦，但是就是哇，他力量还是能够发挥出来，协调性。对。哦呦！上手守住了哦，后排排位。哇！打到头了，这谋杀啊！哇，这个球速真的很快哈。对，打到头了，打到举球员的头。举球员许元堂的。对，真的是球速快啊！哇，来不及反应，真的来不及反应。林立伟后来也过去跟许元堂致意。对。上手的接发林炫玉，自己接自己攻。哇，同样的路线哦，林炫玉打老二的路线就是打到对方的1号位置哦。那几颗球代表是说篮网的缝隙还蛮大的。2分差的比赛，发球的是詹俊宇。后举，好球！看，其实这个球举好。然后攻击手打得好，举球员会觉得不错，哦，很有成就感。是，对，所以说你们看到从第1局看到现在来讲的话，其实说真的，他也是有在进步了，配球部分跟高度跟给球也是一样。哎呀，差一点点。对，带一点推哈，出界外，可惜。不过看这些年轻选手哈，就相当具有未来性，然后看他们的比赛也是非常过瘾。林立伟接发，再举给杜家金。哎呀，杜家金的处理球真好啊，很聪明哦。哇，今天这几个球的处理真的处理得很好。举球员也跳起来举球之后，然后用个身体侧面骗到了篮网者哦，也是有在用心呢。但是出来的球质没那么好了，对，但是真的有在用心。杜家金现在得到10分了，也到2位数的得分。B 怪快攻哦，还有平彦应该没事吧？有被打到喉咙啊！哎呦喂啊！那球速快哦，真的有时候来不及哦。那其实前面的篮网者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哦，打到一个脖子喉咙的位置。有一瞬间好像没办法呼吸一样。对，如果正面的话，我真的那个没办法呼吸。哇，这个球没有举得太好。对，那球过去单会被拦到。哦，还好自由球员修正攻击打哪里？首尾，直接我不闪了，直接打首尾硬塞得分。第3个球真的没再闪了。又有助跑的空间，对他有退了哈，对，这个动作是不错的哈，知道我是主攻手，会修正给我会退。哇，这个快攻直接推过来哈，出手很快。替补的2号的何增佑快攻的得分。这些替补球员还没有，其实跟先发没有差距太大。对，我们觉得他这2队的选手都不错。哎，又出没有换越位，出过中间。哇，这球蛮可惜的哈，不必要的失误。触网。内攻现在追进到1分差。在上个学年度113学的 HVL 2队复赛，2队1胜1败。守起来了，用点的3楼打下来，拨下来。17比15。
得分也来到21分。发球是举球员柯博轩，接发到他击触网，哎呀，只要黄炳彦触网，炳彦对，还要快速拦回来。对，但是这个举球员有跳起来，对，然后他。 1分差，26比17。许元堂的发球，谢胜伦接发球，林立伟太长出界，哦，他只要对，他只要，哇，这个球点真的很高。其实林立伟稳定了哈，然后就是也相当的顺，打得很顺。我们可以觉得他从去年跟今年的进步差很多哈，会接、会守、会拦，成功率都非常高。快攻还会守到。哦，还有，没有进攻谢胜伦。哎呀，哈哈，这18号，18号谢胜伦从标志杆外面送过来出界。哇，太可惜了哈，因为空间感还是要掌握啦哈。你不觉得整个的空间感是没有办法掌握的？前面2球已经守得不错了。对，立伟已经把球守起来，自由球员把球勾回来。这个球怎么会这样子？今天华侨高中的新任校长也来到现场，修正左边杜家靖上来马上一个 touch out， 对，杜家靖哈，这还好有这个第3点杜家靖的出现，他得到11分，19比17，发球8号的杨凯卫。 后举右边，卢秉哲19号得分。对，球员还是要先守备哦。我们看到他这个球来讲，其实他没有守备的动作哦，直接看着球落地。对，有时候举球员也要是蛮好的防守球员。那内攻来讲的话，现在其实就是注意他几个主力就好了。我们看到这一局快攻其实都举得不是很好。对，没有太多。对，所以说这时候篮王者就是往比较两侧去拦就好。因为快攻来讲的话，目前这一局的配合的不是那么顺畅哈，都没有办法得分。所以在这个关键的分数到20分的时候，篮王者还是要注意到对方的两边场。 黄品彦得到14分，哎呀，可惜，他想打点反而轻了，放软之后就是自己的失误哈，蛮可惜的。黄品彦全场有4次的发球失误，对，换举球员，能够上，然后举球员，然后把19号换下来。哦，李耀儒也上了，对，李耀儒，然后10号两个举球员，对，王晨峰，10号王晨峰也是举球员，对，上来发球。 哇，快攻来了！还有，哇，还有小球，哇！刘建成突破得分，哇！现场内攻的啦啦队还蛮庞大的。哇，这篮网的手哦，太乱了。根本篮网者就没有企图啊！有时候我们觉得篮网者要有企图。还有篮网有企图拦回来，快攻手不敢打，他是快攻手，不是长攻手。奥赛，哎呀，太可惜了，出界。你看这个球哈，好像我们刚才讲到前面那个华侨举到长攻去，可是长攻这是快攻手，他不敢打。对，因为杜家靖已经切进去了。 那快攻打咪出去之后，变成要照4号位，这个球修正给4号位，结果是快攻手，他也不敢打，所以说只能送机会球给他。那机会球给内攻，内攻自己就打接弯，所以华侨赚到了。对，还是第二后排乱中哦，两大王牌互相对决。当然后排林轩逸的进攻能够得分，对，双方平手，21比21。 林轩逸得到29分，黄品彦接发，又抓着守住，内攻，他进啊，手背，哇，可惜啊，后面这个球没有勾回来哈，差了一点点。
要喊一个暂停哦。是林轩玉得分来到30分。现在内攻在最后5分的时候超前了。对，华侨高中叫暂停。哇，只要以3比1获胜内攻的话，内攻就会进决赛。对，因为院里是3比2赢了内湖高中。对。所以这一局内攻是不能输的。对。输的话，到时候要比分不分的话更麻烦。很麻烦了。对。那基本华侨因为2场赢都3比0，对，所以他们进4应该没问题。对，应该是分组1或2。对。都是2胜1败来讲的话，到时候比积分，华侨是比较得力的。对，因为他们已经是绝对是6分的。对他们没有3比2赢。对，没有。其实院里积分也才4分而已。对他3比2赢了1分跟3分。对。那内湖高工现在得3分。内湖这局就一定要赢。那你让打到第5局的话，华侨就不管输赢就一定进分组冠军。对，因为我3比2输掉的话，2比3输掉，我还是分组冠军，我还拿到1分积分。对，没错。所以现在比较紧张的是内攻。好，林立伟现在得到了23分，由3号的嘉祥来发球。重点还是一样哈，林轩玉。对，3首尾有。垫高，哇，杜家靖守住打。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打顺就好，因为对方没有拦网。他要拐直线，不要拐。对，我觉得这个球顺势下去，我觉得就很好了。而且最后5分的话，应该成功率还是要注意。对啊，你看教练也跟他讲，顺下去就好，你拐直线这种，因为修正球有时候顺着打那个球质就很重，所以这个球从后面的算10米线的修正球回去，已经算很难打的球了。是。平院的接发。林立伟攻击，哇，好聪明哦！他用个搓着球的方式打直线，因为他的力道真的很大。其实我们防守选手真的每个都是往后退，基本上都是往后退的哈。对，突然间搓球，没有一个人动得了。现在林立伟还在前排，对，他前排。这其实前排是蛮好的一个阵容哦。对，拦到林轩玉。哇，非常关键，林轩宇哈，1球1分哦。对，要得到31分，来到了赛末点。哇，暂停哈，这一球很重要哦，对内攻来讲更重要。是，对。当然，教练团都是针对当下的情况哈，来提醒选手哈。内攻3比1赢的话，就是要跟华侨比一下胜负分的，因为分数相同。对，都是2胜1败，然后都是6分。那会比胜负分差，是不是？还是胜分？对，胜负分，因为我们现在讲，现在有积分制来讲的话，就是3比0、3比1赢的话是3分，也是6分。对，然后你3比2赢是拿2分嘛。对，那输的话是拿1分。那2队都没有打到5局的情况下面，就是各6分。对。许元堂发球上手接发不是太顺，黄平彦攻击，再见拦网。哇，那就恭喜哈，华侨跟内攻2个都顺利在晋级在 B 组里面的前2名选手，对，前2名队伍。最后替补举球员哈，10号王成峰直线的拦网来守住。对。25比23，那是内湖高工以3比1击败了华侨高中。这几个分组，内湖高工跟华侨高中2队联袂晋级到4强。是。反而院里是只能打到5到8而已。对，他只能去打5到8。2胜呢，只能打5到8。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哦，恭喜内攻3-1呢击败了华侨高中，跟这个 HVL 113学年的4强赛有点像了哈，就你们是专克华侨高中？也没有，就是真的是都差不多，看临场跟一些关键球的多少有点球运啊，但是就是这样。今天呢，你觉得整体表现怎么样？就是其实整体上来说都不错，只是后面3、4局接发球有点出一点状况，所以变得剩一支大炮手在单打独斗。我们的快攻前2天效果很好，只是前2局都不错，对，后面都没有发挥出来，所以两边的攻守比较辛苦一点。最后5分的时候，有时候会派这个2个举球员在场上。哎，对，因为我们后面换上来那个，其实他也是有攻击的能力。哦，对，所以就是还在，就是黄晨峰是。对，我们都还在试新阵容，对，还在磨合。最后他也是拦下最后1分了。对，就是有稍微欣赏，因为他们有几个攻击手，就是他们会对自己信心比较不够，说我到底拦不拦得到这样子。对，但是就是还是鼓励他们勇敢去尝试，因为没试过不知道。林炫玉高中毕业后会不会有没有考虑出国去进修？目前这块还没有讨论到，因为才高2。抱歉对。那他有这个能力，有个条件，也是看后续怎么发展。对，但是目前现阶段就是把他的动作调好，基础打好，然后后面上大学要里外要干嘛，就是让他可以多一点选择这样。好，谢谢石头教练，谢谢。好，也恭喜内攻拿下胜利。好，谢谢。稍微休息一下，谢谢。哇，看起来高中男子组了前4强的队伍，差距真的是很些微了。对，甚至可能前6都差不多。对，那我们在登峰造极这边，我们看到选手的成长哦。那因为只有这个比赛，我们看到每一场球赛，每个选手都其实在持续的在成长，利用这个的比赛的经验哦。那我们今天也看到，从去年跟今年的2队的选手，包含去年有先发这些选手，其实今年一直在进步。那看来在过程里面，每一局的比赛。每个队都有很好的战术在使用，那每个选手也如何去调整，如何去进步，有没有也看到了学长如何带学弟？那这样整个过程里面看到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比赛。是。好，那今天内湖高工呢是3-1击败了华侨高中，那这2所学校呢联袂进入到了这4强，恭喜这2队。是。那我们稍后呢还会有女子组的比赛要登场。谢谢焦勇老师的解说。谢谢。稍后马上我们就会再回来，马上就回来。OK， 谢谢您，拜拜。拜拜。
现。